首先，我觉得 Element 一定是一个光荣的称号，我们真的都被不同时代、不同荣光下的 Element 给影响过。本质上，我一直其实特别讨厌这个负面的论调，然而层出不穷的，就是从几年前开始就有，广告已死，风味已死，创意已死，原创已死。任何一个阶段说杀死 Element 的，我自己理解还是说不思进取。就是当下我们是一个互联网的环境，在这个大环境下面，我觉得 Edman 的定义在改变。Edman 的定义已经不单单是广告人了，是所有有想法的人，他都可以称作是 Edman。杀死广告人应该说杀的 Edman 是吧 ？Edman 的放，我觉得是应该更多的娱乐化的新闻、娱乐化的事件、娱乐化的电影、娱乐化的音乐。Edman， 他就是不断的在杀死自己重生的过程，他自己杀死自己，然后重生。如果他还叫 Edman 这个名字的话，这一类人永远都在，没有人杀了他们。Edman 他不是一个人，他对我来说，他是一种精神。我说 Element 对我来说就最大的意义是承上启下，保护火种，能够去传播它的本源的基因，这是最大的意义。如果自己不改变，就是传统的那个广告人确实是会被 kill 的，就可能就没了。如果不能参与到未来的定义权和创造权，这个行业有可能真的会落到这个整个节目的标题上一样的，会被 kill 的。讲得非常好，对。我们的生意没有那么 serious， 就是nobody kill nobody 是不？我觉得广告人接下来的挑战应该是，我觉得如何去对抗那些比广告更好玩、更有趣的所有的一切。其实，在这个时候，客户更需要有这样的一些出色的人，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客户不会去抗拒这样的一件事情，只是我们觉得我们还在摸索，到底怎么做到这件事情。让我觉得现在应该说是中国广告业最好的时代，就是说经过了过去了这么多年的一个萌芽到迷失，然后到了今天，由于中国这个互联网的崛起，中国品牌的一个崛起，以及中国整个经济的崛起，所以给了创业和广告有了很大的广阔的一个空间。以前的大多数的广告公司卖的是专业，比较贵一些，但现在的广告公司，大多数的广告公司卖的是服务，比较贱一些。你不能想象，现在几乎所有的客户在说我要做社交媒体传播的时候，抖音变成一个必选项了。放在3年前，它仍然是一个听起来像是一个笑话。它有点像怎么说呢？现代艺术，百花齐放。时代发展太快，连我们自己本土的人可能都没有反应过来。你也不能指望是说一个老外，一群老外能更懂中国的洞察。现在更像是一个突然间被点名的过程，就像今天这场采访，我不是被在设想中要参与的人，我是被点名的人，它就恰恰代表着过去中国广告行业和现在这样的一些变化。其实，在中国，我觉得它是一个日落至上的国家，你不觉得吗？现在，那么其实大家对娱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但是很难，我们的作品其实很难超越那些娱乐。如果我们大量的广告人变成广告民工，他不是靠这个智力获得尊重，靠你的这个广告公司靠你的垫款能力获得尊重，这我为什么要去做广告呢？我做金融就可以了，对吧？我期待我看到收到的那些简历，就是想入行的那些新人们，他们这些简历呢，都是来自于国内或国际最好的学校的优等生，或者他是社会经历特别
丰富、特别复杂的那些社会大学毕业的那些最好玩的人，因为我相信 Adman 是传承的。这个时代一定是属于年轻人的，因为年轻人的知识体系越来越分化，但是那些分化的不同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他们的能量是远远超出我们原来对新知识的一个接受度跟它的突破度的。广告仍然是一个特别打扰人的东西嘛，那如何把一个打扰人的东西做得不那么令人讨厌？从一个整体上来说，这不是几间热店或者几间好的公司产生了一些好的作品就能完成的任务。这个时候，其实无论是甲方、乙方都是一样的。当我们的甲方和乙方都是站在一个比较公平、公正的环节去比拼实力的时候，那它导致的是真正好的公司出现，好的品牌出现，而不是好的公司找不到好的服务方，好的服务方找不到好的公司。大卫·奥格威能够创建奥美，不是因为他创建了劳斯莱斯，也不是他的那个优美的独一无二的衬衫广告，或者他带领了一家又一家的这些大的品牌拿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客户，他是因为他告诉我们说啊，这叫广告。而今天有谁能够告诉这个行业说这叫未来的广告，或者说是这叫今天中国的广告？你发现这个空白今天没有人能填写，大学讲师在填写，但他没有进入市场，市场第一站的人员像我们在填写，但我们填写的方式竟然只是案例，各大奖项在填写，但他填写的方式只是榜单，都留不下来，在呼唤着这样一个人，在呼唤着这样一个台子吧，一个平台。我们还是欠缺了一些所谓的就是经典的一些广告，能够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一些广告，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们欠缺的。就是我觉得我们互联网的这个世界太好了，所以呢，下面的那些很有趣的那些 idea 姹紫嫣红很多很多，但是真正回归到一些人性啊、人文的关怀，能够在国际上面有影响力的这种广告，我觉得还是挺少的。你觉得这件事情重要吗？这件事情对于中国广告的意义是重要的，对于这个商业世界可能是不重要的。所有的时间的洪流当中，对于一个时代，对于一种人，对于一种精神力量，它需要时间沉淀。但我觉得这种力量，只要他的精神还在，就没有人可以杀死他。那种说非此即彼的是那个非黑即白的形态，其实是不好，对不对？共存比对抗会更适合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